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国际市场的折叠萤幕手机终于有新面孔啦，那就是我们手上的 OPPO Find M2 Flip。这款可以上下折叠的手机，开箱大家应该也看得差不多了。所以这期节目就专注在你应该知道，但你可能不知道的7个优缺点，一起来揭开 OPPO 首款上下折叠手机的神秘面纱吧。话说回来，我觉得除了三星，其他品牌在国际市场推折叠手机的态度还是偏向保守的，像是小米、OPPO、vivo 其实都有推出大折叠，但迟迟没有推向更多市场。而 OPPO 这次则是迈开了一大步，虽然大折叠依旧没有登场，但是小折叠倒是来到了我们面前了。不过也好啦，小折叠的价格本来就比较亲民，让品牌和消费者都能对市场试试水温。不过究竟这款声量很高的 OPPO Find M2 Flip 实际表现如何呢？帮你团队也把 Find M2 Flip 的评测心得整理成了7个你必须知道的重点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第一个重点还是带大家来看关注度很高的铰链。简单来说，铰链一直都是折叠萤幕手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因为转轴耐不耐用，转轴如何收纳折叠萤幕，都会直接影响到悬停时的稳定度，以及大家最关心的折痕有多深。我们这边就直接拿出大家最熟悉的折叠手机 Galaxy Z Flip 4对比悬停、机构稳定度、折痕3个主要项目，让大家一次看懂。先说回机构设计，以 Find M2 Flip 来说，采用的是 OPPO 自己研发的水滴铰链。我们都知道，折叠萤幕手机实际上不是完全对折的。从画面上可以简单看到 ，Find M2 Flip 在折叠之后，萤幕会变成一个类似水滴的形状，收纳在转轴里面。因为对折的弧度比较大，相对的，我们打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Find M2 Flip 的折痕是非常浅的。这个差异，拿一张纸直接对折和轻轻弯曲就懂了。所以，水滴铰链最大的优势，就像在做到折叠的同时，尽可能减缓折叠的深度。我们这边也直接对比 Z Flip 4，可以明显看到 Find M2 Flip 的折痕的确非常浅啊，无论是手感还是视觉上，都已经非常不明显了。对比的话 ，Z Flip 4的折痕比较深一点，但面积也比较小。而 Find M2 Flip 这边折痕变浅了，但也变成比较宽的2条。会有这样的现象，从这张图上就可以简单看到 ，M2 Flip 的萤幕是贴合在这2个转轴垫片上的，所以整个折痕面积也会进一步扩大。但说真的，我自己用了4代折叠萤幕手机，可以说是非常长期用户了吧。无论是 Flip 4或是 M2 Flip， 日常使用折痕真的都可以达到足以忽略的程度，倒不是主要的影响项，但就看你自己在不在意了。折痕也不可能完全不见，只能尽量减缓。但这边还是呼吁一下三星啊，真的该研发新的铰链了，让折痕变浅一点，得利的依旧会是消费者。不过，水滴铰链在解决折痕的同时，我们倒是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，就是 Find M2 Flip 的机构居然会是晃动的。当时是在 OPPO 的发表会，我只是想把 M2 Flip 从这个角度打开，结果手感就发现，咦，它刚刚是不是往左偏了一点？接着仔细晃动了一下，它真的在晃啊！随即我就拿出了 Flip 4也来试试看。三星这边的确是没有这个问题的，毕竟有的话都出了4代了，我们一定会发现。对，我也有买 Flip 3诶，我去拿一下。用力的话，咦，有，但是非常的细微。Flip 4这代有换新的铰链，真的就是扎实到一个不行啊，完全推不动。不过这个晃动打开来就没问题，会是稳的，大概就是折起来的时候比较明显。我们在发表会现场就这样试了5、6只 Find M2 Flip， 的确都存在晃动的状况。如果大家有去体验的话，也可以回报一下是不是存在同样的这个公差。整体来说，这个晃动是不至于影响平常使用的，但是 OPPO 未来可能还是要调整一下这个公差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影响体验的是下面这个项目，也就是悬停。上下折叠手机一个好用的功能，就是可以让折叠停在任意角度。如此一来，你要放在桌上当成支架追剧，或是出去玩放在桌上拍团体照等等都很好用，算是我觉得小折叠必备的功能。而也因为 M2 Flip 用的是水滴铰链，虽然一样可以完成悬停，但悬停的角度比较有限，
大概到这个位置就会自动弹开，所以放在桌上自拍的话就会有些局限。对比一下 Flip 3，大概可以悬停到这个角度。Flip 4也差不多。我们这边测的都是稳定的角度，也就是说画面上这样轻轻去推它，可以玩跷跷板不会自动弹开的程度。而 N2 Flip 的确在这个角度会自动弹开，大概要到95度左右才会比较稳。对了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日常使用不要去挑战极限悬停的极限，因为如果自动弹开，放在桌上自拍应该会飞出去。不过 Find M2 Flip 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出众的地方，就是在折叠起来的时候，两侧是完全紧密的，没有缝隙，而三星这边则是会存在一条小缝。整体来说 ，OPPO 的水滴铰链在解决折痕的这一块非常有效，但是也带来了稳定度和悬停的两个问题。但毕竟是第一款小折叠嘛，所以期待他们在未来铰链上能够持续带来创新咯。第二个重点，想跟大家聊封面的这块萤幕。直接讲重点，大萤幕用起来就是比较舒服。跟 Flip 4相比，我觉得看讯息、看天气这些都还好。最有感的还是在需要操作的功能上，像是计时器。Find M2 Flip 因为有更大的萤幕，所以可以放进去更多的选项，去做更细致的秒数设定。而 Flip 4这边因为画面有限，所以只能大致调整。又或者是自拍。Find M2 Flip 就可能放进整个界面，调整左右滑动不同的模式，甚至你还能调整美颜。重点是预览的画面是直向的，所以你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拍出来会长什么样子。你也可以翻转过来，让相机在左上角，拍起来的脸应该会比较小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目前在外幕是无法像三星一样切换到超广角镜头的，所以你只能透过主镜头进行自拍。不过也因为这块萤幕够大嘛，所以 OPPO 也加入了封面萤幕预览的功能。这个概念通常是大折叠上才出现的，也就是当你在帮别人拍照的时候，被拍的人也可以透过大折叠的萤幕看到你拍的样子去调整姿势。而 Find M2 也是有这样的功能哦。当你在使用主镜头和超广角的时候，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让画面同时显示在封面萤幕上。而在细节功能上也都有做，像是下滑可以进入到控制中心，快速调整设定。不过目前似乎无法调整亮度，期待可以加上。上滑的话，则是可以看到通知。但如果要操作的话，还是要打开萤幕才能够使用，无法直接在小萤幕上操作。此外，你也无法透过键盘输入，只能用预设回复。在音量按键上也有进行最佳化。当你把自动旋转开启的时候，封面萤幕也可以跟着翻转。你正着用，向上的音量键就是大声。当你转过来，原本在下面的那一颗，现在就变到上面啦。系统也会自动把它变成音量变大的功能。此外 ，OPPO 也在这块萤幕的桌布上放了一些巧思。设定里面有几个预设的互动萌宠桌布，虽然可以互动的功能不多，但在萤幕上养宠物，感觉是可以展开来做的功能呀。整体来说，大萤幕的可能性就是更多。不过我觉得 OPPO 可以再开放一点，让这块大萤幕发挥得更好。然后改掉一些操作逻辑，像是相机界面已经搬到封面萤幕上了，那超广角放进来应该也是可以的。又或者是 Find M2 Flip 要操作这些小工具的时候，都需要先解锁才能够使用，而明明只是想要在桌上设一个计时器，还要先解锁，如此一来就有些麻烦。此外，这块萤幕虽然很大，但 OPPO 依旧没有开放让你在这块萤幕上开启你想要的 App， 也不能打字回复，所以就无法完成在这个小萤幕偷偷看影片、玩游戏的花式操作。总之，目前硬体是有了，后续就看 OPPO 如何应用和开放更多的功能啦。第三个重点，我们看到折叠萤幕。OPPO Find M2 Flip 采用了一块 6.8 寸由三星供应的 Full HD Plus 120Hz 的折叠 AMOLED 至中挖孔全萤幕，同样具备有自动调节更新率的功能，并且这块折叠萤幕因为是三星的解决方案嘛，所以也用上了 UTG 超薄可折玻璃的技术。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手感上会更接近一般玻璃萤幕的手机触感，触感会更加扎实。而在萤幕亮度上，我们也直接实测，在强化下全白画面最高亮度 ，Find M2 Flip 可以达到900尼特左右。这边也拿出 Flip 4对比，实测可以达到1000尼特左右，两者都达到主流旗舰的标准，在户外阳光下也都够用。
这边想要多提的是 ，OPPO 在 Find M2 Flip 的折叠萤幕上有做了一层抗反射的处理，在 vivo 的兄弟折叠机上就有出现过类似的方案。从画面上也可以简单的看到，在面对外部光源的时候 ，Find M2 Flip 的反射亮度会比 Flip 4来得更低。但是感觉这个反光 coating 还可以再调一下，因为遇到反光的时候，虽然是减缓了反射，但是反光会整个偏蓝。如果是在户外阳光使用，会有点影响观感。其实我们之前就有测过这种 AR 抗反射的萤幕处理，事实上有可以尽量不影响色片的方案存在，所以可以再调整一下。对了，说到折叠萤幕 ，OPPO 在桌面上也做了一点巧思，这个桌布是会跟着你的折叠角度变换的。之前在 Find N 大折叠上玩到，就觉得蛮酷的，有用心。第4个重点，想跟大家聊效能。OPPO 在 Find M2 Flip 上搭载了联发科上一代的旗舰 SoC 天玑9000 Plus， 跟 Flip 4的 Snapdragon A Plus Gen 1是同一时期的作品，所以可以来对比一下。首先看到 Geekbench 5， 在单核部分 Z Flip 4的分数高了一点，多核则是 N2 Flip 高出了 6% 左右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N2 Flip 是可以透过选单开启电竞模式的。但经过我们的实测，除了单核高一点，其他无论是 Antutu、Geekbench 的多核或是 3D Mark 的成绩，都比均衡模式来得更低。Geekbench 6反而是唯一有提升的项目，但其实日常使用选择均衡模式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看到刚刚才登场的 Geekbench 6，在新版的测试流程里面 ，Geekbench 改了测试项目和权重。在这个测试项目中 ，Snapdragon A Plus Gen 1获得了大幅度的领先，单核好上了 6%。多核的差距更是来到了 18%。GPU 部分，我们测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， 在 GPU 效能上还是 A Plus Gen 1的优势之处，提升来到了 8%。不过跑分终究是理论效能嘛，实际表现才是重点。我们直接实战效能测试软体原神，在最高画质特效全开连续玩30分钟后 ，Find M2 Flip 的平均帧数落在了 35.2帧。而 Flip 4这边则是达到 34.5帧，其实表现都不算好，毕竟折叠的体积就是摆在那边，两只的正反面温度也都落在了44到45度左右。而刚刚有说 Find M2 Flip 还有一个电竞模式，开启后可以让帧数进一步解放到平均 39.9帧，但是功耗也会提升 10% 左右，温度倒是差不多，还是在45度左右。最后我们测持久度。在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的20人压力测试中 ，Find M2 Flip 的稳定性大概落在 49% 左右 ，Flip 4这边也是 49% 左右，大概都有一半的效能减损。但是受益于 A Plus Gen 1的 GPU 表现本来就强一点，所以 Flip 4在剩下一半效能的时候，还是会比 Find M2 Flip 好上 10% 左右。但整体而言 ，Find M2 Flip 大多数的时间效能还是会比 Flip 4好上一点。整体来说，小折叠真的不是为游戏而生。但是 Find M2 Flip 日常使用依旧是非常流畅的，尤其搭配 ColorOS 这几代在动画上的用力调教，整个流畅度还是非常不错。第5个重点来看续航 ，OPPO Find M2 Flip 其中一个大亮点就是搭载了4300毫安时的电池，这个大小已经跟一般非折叠萤幕手机差不多了。在8年的续航力测试中 ，Full HD 60Hz 拿下10小时32分，而 Z Flip 4这边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下，只是拿下9小时13分。Find M2 Flip 多了大约80分钟的使用时间，加大电池的确有效的延长续航。不过2台用的处理器在能耗表现上本来就不错，所以其实都足够一天一充。但要不要开120Hz 就要看你的使用强度，开启后大概就在一天一充的边缘。而在充电上 ，Find M2 Flip 搭载44瓦有线充电，实测30分钟就能充满 63%， 完整充满落在54分钟，相当起 Flip 4的25瓦快了接近半个小时。不过 Flip 4这边有支援无线充电，而 N2 Flip 则是没有的。第6个重点，带大家来看相机。Find M2 Flip 在主镜头上搭载了 f1.6 5000万画素的 Sony IMX890 1.56分之1寸的感光元件，
并且搭配了一颗8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。这个超广角感觉可以再往上给一点。以下我们也提供一些日夜拍样张让大家参考啦。从 Phantom 2 Flip 背盖底部那信仰满满的 Hasselblad logo 就能知道，这次拍照有哈苏的加持。在滤镜中就可以找到大师童话、大师人像以及大师风光3个专属滤镜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大师风光滤镜，在一些冷暖对比鲜明的场景拍摄时，真的哈味十足。但是套了滤镜只完成了一半，我推荐一定要搭配内建的浮水印。你看，这是原本的照片，接着套了滤镜，再加上浮水印，哇，整个照片是不是贵了起来？此外，在相机的更多选单中，还有哈苏 X Pen 模式。X Pen 就是那鼎鼎有名的哈苏宽景相机，这个模式会模拟宽景底片的画幅，按下快门后，甚至有负片显影的动画，仪式感满满啊！但没有办法同时套用哈苏的滤镜，我觉得有点小可惜。来到了最后，第7个重点，录影。Phantom 2 Flip 最高支援 4K 30fps， 没有上 4K 60有点可惜。这边也提供一段对比。Flip 4这边则是有 4K 60的选项，不过 Phantom 2 Flip 倒是有支援 1080p 60fps。不过在这个模式下，似乎是没有防手震的，跟 Flip 4一对比，这个差异还是有点明显的。我个人还是推荐 4K 30fps 会是比较可用的状况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关于 Phantom 2 Flip 你必须知道的7个重点。那当然，其实我们还是偷渡了不止7个重点啦，希望大家都有看到你们想要的测试和细节。最后也来说说 Phantom 2 Flip 目前体验下来的小结吧。3个记忆点，3个期待。第一个记忆点绝对是外萤幕，更大的操作空间就有更多的可能性。第二个记忆点嘛，我想应该是水滴铰链。虽然日常使用折痕影响相对有限，但有努力想要解决问题就是给推。第3个记忆点，我想应该是折叠萤幕表面那个抗反射处理了。抗反射其实我们在很多产品上都有看到了。像是三星电视就一直主打救急黑面板的抗反射技术，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外在光源反射。而 vivo、OPPO 陆续把抗反射带到本来就更容易产生反射的折叠产品上，还是非常实用的想法。3个期待：第一，我觉得水滴铰链虽然解决了折痕问题，但是相对的强度和公差还是要再调一下，毕竟折叠是转轴机构，稳定度还是使用者比较关心的问题。第二，也是相对于外萤幕，现在有了好的硬体，还是需要 OPPO 把软体跟上，才能完整发挥这块萤幕的潜力。第三，我私心期待还是可以往防水的方向走，毕竟目前折叠要防水的还是只有三星一家。防水绝对不是为了让你把手机带下去游泳拍照，更多的是骑车下雨不小心泼到水，或是掉进水里面这种情境，你可
可以更放心无忧的使用手机。毕竟折叠手机都不便宜，维修价格也很高，所以让使用者无忧的使用还是很重要的一块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重点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我是栗子，我们下次见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